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期视频主要说一下我们当前的 AI Trading 的这个 EA 是怎么配置，还有怎么使用的。首先，我们打开 MT4，MT4 打开之后的话，点击这个 View，下面的话有这个一个选项，那 Vector，点击完之后的话，我们就能调出来我们当前的这个面板。这个下面的话，其实有好几个，包括我们账户、指标还有 EA。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AI Trading 这个 EA，所以的话，我们就打开这个 EA 对应的这个目录。在这个目录里面的话，我们需要找我们所使用的这个 AI Trading Channel 的这个 EA。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那说明你现在还没有放在目录里面。你可以这样找它对应的目录，它其实就在你 MT4 的安装文件目录。你可以打开这个编辑器，这个的话就是对应的 MT4 编辑器。编辑器这里面的话有一个 Express，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专家指标的这个目录。在这个里面的话，你任意选一个。假设我们之前有默认的 MACD，选一个的话，你右键，然后打开文件夹这儿，点击打开文件夹之后的话，它就会跳转到你对应存放 EA 的这个目录。在这个目录里面的话，你就可以把你拷贝的那个EX 文件，就这个文件，然后放在这里面。放在这个里面之后的话，你再返回 MT4，然后点击这个，然后右键这儿有一个 refresh 刷新，就是你刷新一下，然后等它刷新完成之后的话，然后它就会出现在你这个目录下了。然后出现之后的话，我们现在的话需要双击或者拖动都行。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当前的这个 iTrading 这个 EA，然后点击之后的话，你在这个里面如果有问题的话，你点这个，就是 AI Trading Channel，这个的话是我的 Telegram 的频道，然后你点击之后的话就可以加进去，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跟我说。然后双击之后的话，然后点击确定，然后现在的话，其实现在我们都已经加载好了这个 EA，但这里面的话有两个问题，就是你要是想正常使用 EA 的话，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面板这儿，这个的话这儿有一个 Auto Trading，就是自动化交易的这个按钮必须是一个绿色的，也就是正常开的状态。如果它现在是红色的话，你需要点一下把它设成绿色。如果现在你的这个列表里面没有的话，你就右键在这个 Customer 里面，就这个东西，把它从如果它原来是不可用的话，就把它从这边移到 Insert 的这边就行了。然后这是一个地方，就是这个 Auto Rating 必须是开的。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 EA 指标。然后如果它这是一个笑脸的话，就说明它现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如果它是一个哭的，比如我们改一下，就这个地方 Allow Leave Trading，就是这个地方的话也必须是勾选的。你假设我们现在把它取消了，取消之后的话，我们看到它现在是一个哭的一个状态，所以的话现在是不可用的。所以的话这个地方的话必须把它勾选。总结一下的话就是两个地方，就是一个的话就是我们 EA 这里面的话，那个需要勾选自动化交易；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MT4这个平台必须勾选自动化交易。好，这是如何加载我们这个 EA。好，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这个 EA 的一些参数配置，因为这个的里面的话涉及很多按钮，这些按钮的话其实都有位置，但是不同的电脑、不同的配置的话，还有平面分辨率的话，它可能都不一样。所以的话，这里面的话是开放的，然后从这个位置，然后到下面的话，然后其实这些的话都是一些当前的配置。然后我们一个一个说，这个 bottom width 这两个的话，就是我们按钮的宽度和高度。假设我们现在宽度是260，我们改一下，改成200，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按钮的话就是宽度这方面的话就会变窄了。然后我们现在先把它还原，高度是一样的。然后这个的话你就说一下就行了。这个的话就是按钮的宽和高，这个的话就是下面这个的话是我们这个按钮距左侧这个 MT4的那个边界距离。现在我使的20，你假设我们现在使一个60吧，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然后我们这个的话，按钮就会往右边移动，然后我们还把它还原。
延长20。然后下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些按钮里面这些字体的大小，我们现在是16，这个的话就不用演示了。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的话就是里面按钮的这些文字的一个大小。然后这个随着你这个按钮框的宽和高的变化，你这个的话都可以调节。然后下面这个的话就是相同区域内外之间的间隔，因为这里面的话，我们这个 EA 的话是分成了5个区域，这是第一部分区域，第二部分区域，第3、第4、第5。各个区域之间的话，这个参数的话，就是各个区域中按钮之间的这个间隔。现在这个6的话，就是表示这2个按钮之间的垂直方向的间隔是6，然后它们垂直间间隔也是6，然后就是每个区域内的，就是不同按钮之间的外方向的间隔。下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Region 1到5的话，就是我们这5个区域的距离上顶端，就是距离左侧上顶端的这个距离。第一个的话，其实现在 Y25的话，就是第一个区域距离这个边界的位置是25。第二个的话，115，就是我们第2块区域的这个上边界距离，就是第一个位置距离上边界的那个距离。第3个330的话是这块区域距离上边界的距离，然后依次都是这样。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屏幕的分辨率还有电脑的大小来适当的调节。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这个的话是我们交易需要使用的，我们待会儿交易的时候再说。然后交易的话就2个，一个的话就是是否动态显示我们的盈利，就是盈利或者损失吧。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开仓的最小开仓单位，这个的话都可以自己使啊。因为有的账户可能那个资金比较少，然后你就可以写小一点；有的账户比较大，你可能每次1手2手的这样做，然后这个的话就可以写大一点。好，这是我们参数，还有配置。然后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我们怎么用。然后第一部分的话，就是第一块区域的话是显示当前的货币对还有当日的一个波动。然后假设现在是0%的话，就是今天的话，从日图来看的话，它现在波动的话，就是上涨的话就是0%，然后现在0.01%。这低分区域显示当前的波动，就是涨幅。第二部分区域的话，就是我现在用的最重要的，因为这里面的话包括一个算法。然后我们先一个一个说。第一部分的话，这个的话是 RS 指标，是一个3个周期的，包括15分钟、30分钟，还有1小时。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因为这个是看一下30分钟。我们30分钟的话，RS 是55.1713，然后就对应中间这个的话，然后第一个的位置的话就是15分钟的 RSI，第二个位置是30分钟的，第三个位置是1小时的 RSI 的当前的值。第二个按钮的话，这个的话是重点，这个是我现在一直在用的我们算法的一个算法信号，然后里面也是包含多周期的。第一个是15分钟周期，然后30分钟周期，这个是1小时周期、4小时周期。所以从当前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如果是这种符号的话，就说明没有明确的，就是对应当前周期来说没有明确的一个上涨或者下跌。如果是 up 的话，就表明对于当前周期的话，它是处于一个上涨的。比如我们现在看一下15分钟，15分钟，现在的话，因为之前的话，现在的话它是 up 的话，就说明它当前处于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就是上涨信号。30分钟的话，现在也同样处于一个上涨的信号，然后后面1小时、4小时的话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信号。然后这个的话是重点，里面的话使用的话包括有我们趋势波动，还有 AI 算法。这个的话是一个多周期的信号，我一般的话都是基于这个信号来做开仓或者平仓的。下面这个的话是一个辅助的，这个是一个均线的，价格与均线的位置的一个参数，然后也是包括这个是30分钟、1小时和4小时的。我们可以看一下30分钟的话，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就是当前价格处于均线之上，我们就是 up。然后现在来看的话，30分钟、1小时和4小时都处于这个均线之上的。然后4小时现在已经下跌，
然后还没有突破，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只是一个辅助，我们重点的话看上方的，短期的话你可以看前边的15分钟、30分钟的，然后比较长周期的话，你可以看1小时或者4小时的，或者你综合在一起看都没有问题。好，这是第二部分，包括我们的算法信号，还有一些相应的指标。第三部分的话，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当前的交易的按钮，包括3个按钮 ：Buy、Sell，还有一个调整止损止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我们现在的话，假设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短线周期来看的话，它是处于一个 up 的一个上涨，所以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 buy 之后的话，这儿会出现一个弹框，这个弹框的话会，这个随后我再修改，然后会显示你当前购买的这个，也就是你当前开仓的这个开仓量，然后现在是2 loss 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对当前黄金来说，它最小开仓单位的2倍，就是二倍的 loss。然后这个的话怎么设置的话，在我们那个参数里面的话会有，我们先看一下。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这个，你假设我们现在设成一个10，我们确定一下，设成10之后的话，然后我们现在点击 buy，点 buy 之后的话，它会变成一个10倍的loss，因为我们现在黄金来说的话，最小开仓量是0.01手，所以的话10 loss 的话就是0.1手的意思。我们点击，如果否的话，就是相当于退出不开仓；是的话，点击之后的话，它就会自动开仓。自动开仓之后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开仓的数据，就在这儿。然后现在的话就是0.1，我们开仓了0.1手。因为我这是一个 demo 账户，主要是做演示的。然后如果你想继续开仓的话，我们可以再点，然后再点确定。然后这个点击完之后的话，其实相当于都会自动生成，就是自动生成我们这个订单。这订单之后的话，它其实有 sell 的话，其实一样的。你点击之后的话，它就相当于我们可以测一下，点击一个卖，然后它其实相当于这儿的话就会有一个空单。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现在跟趋势相反，我们只是作为测试，所以的话我们把它给 close 了。好，这是开仓。然后下面这个的话，开仓的话，这个的话需要注意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开仓量的这个设置，就是你如果想每次开仓量大一点的话，你就把这个数值改大；你小一点的话，你就把它改小。最小的话应该就是1，就是1的话就是每次最小开仓量。就你像黄金、欧美的话，这就是0.01。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开仓，然后下面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平仓。哦，这个不是平仓，这个的话是更改止损止盈。这个的话相当于是一个一键的调整工具。你假设我们现在有2个订单了，我们可以多开几个订单啊？现在的话是5个订单，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先顺便说一下，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显示 buy 和 sell，这是表示我们当前对当品种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数目，这不是持仓量啊，这是我们开仓的数量。然后现在5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有5个订单，然后因为现在我们5个订单的话，每个其实相当于我们做那个开仓的时候，我这里面的话都有一个预设的止损止盈，但这个止损止盈的话，我设的周期比较大，所以的话大家需要自己设置。你假设我们现在是 buy，我们把那个止损设在这个位置，我们随便设一个就行。然后上面止盈的话，我们设置前高。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其中某一个订单的止损止盈。所以现在我们想把所有的止损止盈全部都设置成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点一下这个 modify。你点击之后的话，它这儿的话会显示，然后我们所有订单的话现在都已经全部都设置成相同的这个止损止盈了，它会有一定的间隔，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你看我们现在的止损是2608.7，止盈的话635.5。然后假设我们现在再改一下，然后假设我们现在止盈，我们觉得到不了这个位置，想把它拉近一点。然后止损的话，然后我们先不说止盈，然后我们现在的话看一下，当前其中有一个是32，其他的话都是35。
对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再点击这个更改止损止盈的话，它会按照你最近的那条止损止盈来进行那个移动。然后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先关注一下这几个的话，现在都是35止损。我们点击之后，然后这是显示我们那个调整止损止盈已经完成了。所以的话，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止损止盈全部都从更远的地方拉近的。对止损也是一样的，你假如我们把止损拉近，然后我们再点击之后，然后我们现在的所有止损止盈都改到最近的这个位置了。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一键的那个止损止盈的一个更改。但这个的话有一个要求的是，它每次更改都必须是向最近的区域来靠近，因为这个的话主要针对止损的。因为我们假设现在止损太远了，我们不想损失那么多，万一它转向，我们把它拉在这个位置，我们再点击之后，然后它这个止损的话就全部都会移动在这个位置，然后就是最近的这个位置。但是你要是想拉远，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止盈太近了，你想远一点的话，这个是我没有做那个处理的，这个的话只能你一个一个拉，就是如果你想远的话，就只能手动来拉。这个一键调整的话，只针对于想把它的范围缩小的这种情况，因为这种情况的话是比较重要。对于止损来说的话，我们尽量不要把它往后拉，我们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往止损小的方向拉，这个才符合我们那个 EA 的要求。好，这是我们开仓和那个调整止损止盈。下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键平仓。这个的话是针对于当前货币的。假设我们现在觉得，然后它可能反向了，要转向向下了，然后我们不想等到它触碰的这个止损，然后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close。点击之后的话，会先出现一个提示，然后默认是否。这个的话会让你判断，让你再次确认是否需要全屏，就是仓位全屏。如果你点击是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就仓位的话，现在就已经全部平掉了，然后最后的话会给你一个显示。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下方这个 buy 和 sell 的话，现在都是0了，就是因为仓位的话已经一键平仓了。然后这是这2个区域主要是交易的，最后一块区域的话是一个显示区域。第一个按钮的话，里面显示的是当前的实时价格2624.36。最后一个的话，对当前周期的剩余时间，对15分钟来说，周期来说的话，现在剩了1分40秒；对30分钟的话是16分38秒；1小时来说的话，现在也是16分34秒。所以的话，这个是整个我们的所以里面的重点的话，应该就是这部分。如果你想看信号的话，就看这部分。这部分的话，看中间这个信号，包括短期和比较长期一点的交易信号。这个的话是包括算法交易的。然后开仓和平仓，还有调整止损止盈的话，看这块区域第3、第4部分。然后其他的一些信息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每天的波动，还有当前的价格，还有剩余的时间周期。好，这个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 EA 的情况。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点击我们这个 EA 这个上面的话首页，这个的话有一个 AI Trading Channel，然后你点击之后的话，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浏览器。跳转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加到我们当前的这个频道。然后里面的话，这里面的话也有我个人的一个联系方式，你都可以从里面找到。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联系我。好，我们今天这个使用方法的话就这些。有问题的话，大家再私聊我就可以了。好，拜拜。